好，今天的重磅新聞，羅德里下了狠心了，他拒絕了曼城續約的報價，也同時拒絕了大巴黎，一心只想加盟皇馬。他的態度非常明確，只想回到西甲，而且始終明確表示加盟皇家馬德里就是他的首要目標。他現在的合同將於27年6月30日到期，他拒絕續約的理由清晰而堅定。過去皇馬管理層此前猶豫了11個月，但他們的態度已經轉變，現在老佛爺已經批准這筆交易。所以如果主教練穆里尼奧能夠得到羅德里，他一定會欣喜若狂。皇馬預計轉會費4000萬到5000萬歐元的價格可以完成這筆交易，再加上球員的薪水，羅德里加盟的總成本可以估算為大約1億歐元。而突發消息，皇馬和曼城已經安排明天就羅德里舉行會議。不過據知名記者雅各布斯的報道，曼城對羅德里的估值遠遠高於外界傳言的5000萬歐元。那麼隨着兩家俱樂部代表將在周四會面，交易有可能在未來24小時內完成。據說曼城可能會索要1億歐元的轉會費，但曼城始終非常尊重羅德里，如果這是球員的決定，他們會接受他離隊。現在皇馬目前陣容的25個注冊名額已滿，如果要簽下羅德里和迪奧曼德，必須送走2名球員，而勞爾·阿森西奧、馬斯坦托諾、貢薩洛·加西亞是潛在的離隊人選。馬斯坦托諾目前還身披2隊的號碼，他離隊的工作仍然在推進，但進展緩慢。不過他跟勞爾·阿森西奧還有貢薩洛·加西亞這3個人都不願意離開。儘管馬斯坦托諾表態只願意回歸阿根廷河床，但皇馬並不考慮這個選項。而勞爾·阿森西奧目前沒有聽取任何報價，堅持想打動主教練穆里尼奧留隊。貢薩洛·加西亞對英超富勒姆的邀約倒是持開放態度，但仍然需要等待兩家俱樂部的談判取得進展。還有關於羅德里，部分在巴塞羅那的西班牙國家隊的球員正在試圖說服羅德里加盟巴塞羅那，但球員已經下定決心，只將皇馬視為首要目標。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支持。喜歡的話，不妨點一個訂閱。好，咱們繼續。所以，已經準備失去羅德里的曼城，轉而將目標聚焦在布阿迪身上。他們和球員已經談妥5年合同，目前唯一的分歧是和里爾隊的轉會費。曼城希望以9000萬歐元左右的固定價格完成交易，但里爾方面立場堅定，布阿迪的標價必須是1億歐元。而就在幾周前，曼城在對布阿迪的爭奪戰中落後於阿森納。當時阿森納被認為是簽下布阿迪的熱門，不過隨後阿森納體育管理層將吉馬良斯列為了首要目標。這個策略的轉變就讓曼城得以迎頭趕上，在爭奪年輕的摩洛哥國腳布阿迪的競爭中，最終超越了阿森納。曼城現在希望盡快敲定，以避免夜長夢多。另外，曼城現在仍然在尋找邊鋒，所以格拉利什重返曼城的可能性已經進一步降低。薩維尼奧轉會熱刺的交易也在不斷升溫，極有可能成型。好，對薩維尼奧，熱刺已經向曼城下達了最後通牒，6000萬英鎊的報價，同時劃定了交易截止日期。熱刺甚至已經準備好了備選邊鋒的名單。托特納姆熱刺已經正式告知曼城，要求對方在本周末之前就要給關於薩維尼奧轉會的最終答覆。如果逾期沒有結果，熱刺將直接終止這筆談判，轉向其他的目標。整整1年以來，薩維尼奧都是熱刺在左邊鋒位置頭號引援人選。早在今年1月，他們已經談妥了個人薪資的條件。此前，熱刺和曼城圍繞大約6000萬英鎊的轉會方案談判，一度取得大幅進展，外界普遍看好交易很快能敲定，但此後的談判進展立刻陷入停滯。曼城的態度很明確，必須先敲定薩維尼奧的替代球員才會放行。而除此之外，他們內部也存在分歧，有部分的管理層認為薩維尼奧的實際身價理應高於熱刺給出的報價。所以漫長的等待和拖延也讓熱刺方面倍感不滿。好，與此同時，羅馬諾已經 here we go， 2位老將35歲的前鋒維爾貝克和36歲的前利物浦隊長亨德森已經確定加盟切爾西。維爾貝克和亨德森都將獲得為期2年的合同。還有利物浦方面仍然在推進和大巴黎談巴爾克拉的轉會，但目前還沒有正式報價。巴黎方面表示他們對巴爾克拉的估值約為 1.45 億英鎊，但利物浦也表態，無論如何不可能開出這麼高的價錢。考慮到球員已經明確拒絕和大巴黎續約，利物浦方面希望將轉會費敲定在1億英鎊左右，所以這個差額就非常大，談判的難度極高。利物浦現在認為，只要能和大巴黎達成轉會協議，巴爾克拉的個人條款方面不會出現任何問題。他們已經了解了球員的個人待遇的要求，利物浦正在考慮很快就會提交首份報價，但同時由於大巴黎的標價過高，
利物浦也已經將伯恩茅斯的巴西球員拉扬列為備選。除此之外，利物浦的名單中還有科隆队的萨伊德·马拉和里尔队的马蒂亚斯·帕尔多。好，今天的重磅新聞还有，罗马诺宣布大巴黎的前锋穆阿尼即將再次加盟尤文图斯 Here we go。 儘管收到了多份报價，但穆阿尼仍然一心只想加盟尤文。這筆交易的形式為租借，但附帶強制買斷條款。尤文图斯再次簽下他的總價可以達到5000萬歐元，400萬歐元的租借費加上3400萬歐元的強制買斷費用，以及約1200萬歐元的浮動獎金條款。尤文图斯成功地將大巴黎最初5000萬歐元的固定轉會費要求降了下來。這一部分差額現在只能通過穆阿尼在尤文效力期間的表現來觸發獎金條款。所以今天的轉會市場相當熱鬧，巴塞羅那也出手了。他們在主攻馬競的阿爾瓦雷斯遇到挫折之後，轉而求購伯恩茅斯前鋒克魯皮，但2份報價現在均被拒絕。主教練弗里克非常認可克魯皮的能力，所以最近總監德科向伯恩茅斯提交了2份報價，金額均低於1億歐元。目前巴塞羅那的媒體盛讚克魯皮這位20歲的前鋒潛力巨大。他童年時代曾經身穿巴薩球衣的照片流出以後，巴薩當地輿論的熱情更加的高漲。據多方的消息，克魯皮本人非常願意加盟巴薩，已經向自己的經紀人團隊表達了這個意願。可伯恩茅斯方面目前仍然拒絕所有的報價，未來就看巴薩的報價能夠提高多少。好，意甲國際米蘭方面並沒有放棄追求熱刺的羅梅羅，但不願意滿足球員每年索要650萬歐元的薪資的要求。現在羅梅羅呢也不降價，他希望巴塞羅那能夠有所行動，所以目前他從熱刺轉投國米的交易談判暫時陷入停滯。因此國際米蘭已經堅定地轉向斯通斯，預計斯通斯在未來幾天將抵達米蘭接受體檢，完成簽約。但是按照主教練齊沃和國米高層的計劃，斯通斯的加盟並不會排除羅梅羅的到來，也就是說有了斯通斯，國米還會繼續引進另一名中後衛。現在送走了德弗萊，送走了阿切爾比，國際米蘭希望補充2名防守球員，同時國際米蘭想觀察一下帕瓦爾是否會同時完成離隊。但無論如何，現在球員羅梅羅提出來的650萬歐元的稅後年薪，這也太高了。如果羅梅羅願意降一點要求，那雙方仍然有機會達成協議。但羅梅羅方面之所以堅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巴塞羅那的存在。巴薩方面願意立刻引進他，也準備滿足他的薪資要求，但巴塞羅那必須先完成一筆出售，頭號人選會是阿勞霍。至於熱刺隊，他們也同意接受巴塞羅那租借加買斷的方案。正因如此，羅梅羅雖然現在對國際米蘭也認可，但目前不願意為了加盟國米而降薪。與此同時熱刺隊考慮為巴塞羅那的孔德送上6500萬歐元的報價，但球員無意離開巴薩。巴薩自己也認為孔德仍然是弗里克麾下不可或缺的一員。過去孔德以自己的多面性而備受青睞。目前的情況，熱刺還沒有提交正式報價。好，另一方面，國際米蘭已經跟自己隊裡的比賽克就一份到2031年的新的長期合同達成口頭協議。那麼咱們再看看維尼修斯。據馬卡報今天報道，阿森納已經基本放棄引進維尼修斯，認為球員將和皇馬續約，但他們仍然會始終保持關注。阿森納方面指出，維尼修斯現在並沒有以任何公開的形式表達離隊的意願，他沒有類似於像阿爾瓦雷斯要求離開馬競那樣的舉動，也沒有公開抱怨，也沒有在社交媒體發布任何消息，什麼都沒有。而據今天倫敦標準晚報說，原本定好在月底要回歸皇馬訓練基地的維尼修斯，為了倒逼已經停滯的談判重啟，他做出了決定，在自己個人的未來徹底敲定前，不會參與皇馬新賽季的季前備戰。這家英國媒體甚至在報道中使用了罷訓的字眼，表示這對有意簽下維尼修斯的阿森納来說是一大利好。但這個消息的準確性仍然有待觀察。而今天的每日郵報說，追逐維尼修斯，阿森納是在告訴全世界，他們正在像豪門一樣做事兒。阿森納能否在今年夏天拿下他們想要的巨星，最終可能會決定阿爾特塔時代會被以何種方式記住。贏得聯賽冠軍已經證明阿森納有能力登頂，但想要留在頂峰，需要完全不同級別的狠勁兒。槍手過去一共14次奪得英格蘭冠軍，但他們已經90多年沒能衛冕過，最近一次連冠還是1935年的事兒。所以這就要求阿森納在財力上必須和歐洲最強的俱樂部競爭，也要說服世界最頂級的球員要相信北倫敦阿森納就是他們該去的地方。阿森納不能再只是追趕豪門，這就是阿爾特塔、總監貝爾塔
和阿森納高層如今面對的考驗。接下來的幾周會告訴全世界，阿森納是否真的準備好了。但今天也有新的消息，說主教練阿爾特塔其實更傾向於引進西班牙隊的尼克威廉斯，而不是維尼修斯。他認為威廉斯在戰術上可能更契合，威廉斯在防守上的工作量以及較低的轉會費，讓他成為更具吸引力的選擇。但與此同時，來自倫敦足球網的報道又說，如果最終追逐維尼修斯失敗，阿森納很可能轉而考慮曼聯的拉什福德。拉什福德的身價已經不比從前，儘管他先後2次租借外出表現也不錯，現在也已經成為图赫爾麾下英格蘭隊的關鍵球員，但28歲的他仍然在尋找新的東家。阿森納目前左邊鋒優質的選擇並不多，他們決心在簽下錯里斯之外再補進一個人，這是因為俱樂部對上賽季在英超只進了1個球的馬丁內利的信心顯然已經下降。過去這段時間，阿森納曾經將巴爾克拉、迪奧曼德和維尼修斯列為3大備選，但大巴黎對巴爾克拉的要價遠高於阿森納的估值。迪奧曼德嘛，目前看起來即將加盟皇馬，而維尼修斯的情況仍然在拉扯，所以阿森納很可能會有另一種思路，尋找身價更低、上限更高的球員，例如曼聯的拉什福德，或者阿賈克斯的米卡古茨，或者勒沃庫森的阿拉伊貝戈維奇。另外，關於阿森納和小蜘蛛阿爾瓦雷斯的事兒，馬德里競技繼續在阿爾瓦雷斯的談判上態度非常強硬。馬競已經指出，今年夏天球員現實可行的出路只有3條：1. 加盟阿森納；2. 轉會大巴黎；3. 留在馬競繼續效力。儘管球員本人最心儀的下家是巴塞羅那，但馬競的態度非常堅決，無論何種條件都絕不會放行球員加盟巴薩。馬競現在不會再和阿爾瓦雷斯的經紀人團隊展開新一輪的會晤，俱樂部的立場早就表述得非常清晰，馬競對當前局勢持觀望態度，完全不可能去商討將他送到巴塞羅那的轉會事宜，而且同樣不可能送給皇馬。現在巴塞羅那的消息顯示，他們的主席拉博爾塔已經定下8月10日是談判截止日期，如果到時候依舊無法敲定轉會，巴薩只能徹底放棄阿爾瓦雷斯，轉頭物色其他前鋒的人選。此外，有多方中間人向阿爾瓦雷斯支招，既然馬競徹底拒絕商談巴薩的轉會方案，那麼如果執意還想去巴薩，球員或許只能通過公開施加壓力的方式，逼着俱樂部鬆口。雖然阿爾瓦雷斯已經公開表態過，但如果想去巴薩，他需要採取更強硬的手段。與此同時，阿森納已經準備好資金求購阿爾瓦雷斯，這個計劃沒有改變。馬競也願意和阿森納開啟談判，雙方私底下的溝通一直在持續進行，甚至阿森納願意採用多元化的交易形式，比如馬競可以在澤凱賴什、馬丁內利、熱蘇斯3名球員裡任選其一。這個方案對馬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還有大巴黎同樣也是有力的競爭者，最近這幾周他們將引援重心放在其他位置，但巴黎隊依舊是小蜘蛛可能的去處之一。只要大巴黎正式遞交報價，馬競不會阻攔。對巴黎來說，他們正在為貢薩洛·拉莫斯離隊以後的鋒線布局做準備。現階段有2個目標，一是馬競小蜘蛛，2是巴薩的費蘭托雷斯。不過有一點，阿爾瓦雷斯心裡面首選是巴薩，但他也非常認可阿爾特塔治下的阿森納的建隊規劃。所以如果加盟巴薩的願望徹底破滅，阿爾瓦雷斯十分願意去酋長球場。這也是阿森納現在繼續選擇耐心等候的原因。今天大巴黎還以4500萬歐元報價了阿克利烏什，但被摩納哥隊拒絕，雙方仍然在談判。這位24歲的法國中場，他與摩納哥的合同持續到2028年，他已經代表法國隊出場了10次。球員方面已經和大巴黎就一份為期5年的合同達成協議，而過去摩納哥的總經理早就已經明確阿克利烏什的估價5000萬歐元，所以巴黎隊最近一次報價4500萬歐元固定，加上500萬歐元的浮動獎金，這也是目前最接近雙方預期的一次方案。不過目前最大的分歧集中在固定轉會費部分，但各方仍然對最終達成協議保持信心。好，今天拜仁慕尼黑方面，23歲的邊後衛布朗已經亮相，他本周已經加入訓練。布朗將披上此前雅克松穿的11號球衣，而拜仁的總監埃貝爾今天也宣布，我們已經明確完成了今年夏窗的引援工作，今年夏天已經不會再有新援到來，但如果有市場機會出現，拜仁最多可能會再引進1名球員。哈哈，這個老 K 就不太看得懂啊。今年走了格雷茨卡，走了格雷羅，走了雅克松3個輪換，目前還在繼續賣帕利尼亞、博埃、薩拉戈薩這3個邊緣人。今年夏天拜仁只補充了布朗和塞巴里2個，
而其他的幾個大齡主力球員均各自又老了1歲。上賽季就在喊自己陣容單薄的拜仁慕尼黑，今年下窗怎麼就沒動作了？看不懂，看不懂。不過新賽季的看點，簽下了布朗之後，阿方索·戴維斯的主力位置受到了嚴重威脅。目前看，傷病纏身的戴維斯很可能坐上替補席。私下裡，拜仁俱樂部也希望布朗的競爭能夠倒逼阿方索·戴維斯拿出更穩定的好狀態。除了總是受傷不能上場踢球之外，部分高層也對阿方索·戴維斯之前那場艱難的合同拉鋸戰留下了隔閡。有些高層至今沒有原諒他當時強硬的談判態度，俱樂部內部對他仍然有不滿的情緒。OK， 今天內馬爾這邊，在他的桑托斯隊在南美杯附加賽淘汰了委內瑞拉中央大學之後，賽後內馬爾表示自己在巴西國家隊的生涯已經結束了。他說：“我在國家隊那裡創造了歷史，我非常開心。我在那裡經歷了許多，我為之流血流汗。我曾經為巴西隊的黃衣戰袍而戰，但我現在不想再繼續了。”內馬爾作為巴西乃至世界足壇最後一個藝術足球的大師，他的身體最終沒有兌現自己的天賦，也留下了令人唏噓的職業生涯，真時也命也。那麼19歲的巴西新星拉揚，現在已經吸引了皇馬、拜仁、大巴黎、阿森納還有利物浦的關注，5家俱樂部據說都可能圍繞他展開爭奪。今年1月，拉揚剛剛從瓦斯科達伽馬加盟了伯恩茅斯，但憑借着半年來登陸英超之後出色的開局，他已經迅速引起了各家豪門的興趣。據伯恩茅斯說，如果收到一份大約8500萬英鎊的報價，就有可能出售拉揚。只是這個價格太高，而發報道的是著名不靠譜的《太陽報》，所以繼續觀察。那麼切爾西下個賽季即將迎來自己連續第4個沒有固定的主贊助商的英超賽季，也就是沒有球衣胸前廣告。過去自電信公司 Three 的合同到期之後，切爾西俱樂部就一直依賴臨時的贊助協議，這主要是他們高昂的要價和競技表現之間的落差。切爾西的商務團隊尋求每年6000萬到6500萬英鎊的贊助報價，可他們在賽場上的表現起伏不定，潛在的合作夥伴對這麼高昂的價格都持觀望態度。於是在英超聯賽現在的財務框架下，在盈利和可持續發展的規則下，缺乏主贊助商讓切爾西處於明顯的財務劣勢，他們正在不斷損失巨額的年度收入。過去一段時間，切爾西不得不依賴一些臨時的安排，通過一些短期合作帶來了一定的過渡期收入，但都沒能轉化為長期的主贊助合作。特別是現在沒有歐戰，誰願意來投這麼高的6500萬呢？曝光度都直接少了一半，對吧？好，最後跟大家報告一下凱恩的近況。凱恩已經連續拒絕了利雅得新月、巴塞羅那還有熱刺的報價，他的目標是和拜仁慕尼黑續約。目前凱恩正和家人在加勒比海度假，周二他在那裡慶祝了自己的生日。凱恩已經向拜仁高層明確表達了意願，他希望繼續留下來效力，並且對延長目前的合同持開放態度。實質性的談判將於8月初展開，到時候凱恩會歸隊，這時候拜仁也剛剛結束2026年亞洲行。有一點可以明確，目前凱恩的年薪約為2500萬歐元，他也將繼續和穆夏拉並列成為拜仁薪資最高的球員。拜仁過去針對30歲以上球員通常會實施降薪措施，但不會出現在和凱恩的談判。換句話說，對凱恩的忠誠，拜仁的回報是不降薪。所以關鍵的問題將是凱恩希望新合同的期限是多久？目前他的合同到27年6月到期。而這一次談判，凱恩的團隊將由他的父親帕特和兄弟查理組成顧問小組，在拜仁內部也非常重視。首席執行官德雷森將和負責體育事務的董事會成員埃貝爾共同主導這次談判。2023年正是德雷森敲定了凱恩從熱刺轉會到拜仁的交易，當時那是一筆創紀錄的交易，涉及到9500萬歐元的固定轉會費，而所有條款如果全部觸發，可以達到1.2億歐元。現在雙方都意識到，為凱恩提供的任何新合同至少會延續到2029年，到時候他將年滿35歲。但也許光是簽到29年還不夠，因為凱恩的目光已經投向了2030年世界杯，他依然夢想着能將大力神杯帶回家。而今年梅西和 C 羅的例子已經向他證明，從身體條件上來說，凱恩在參加2030年世界杯剛剛才36歲，實現世界杯的夢想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接下來雙方的談判，如果凱恩想簽下長約，那薪資要求自然會較低。相反，如果是短約，他可能索要更高的薪水。另外還有，凱恩的續約並不妨礙球隊在2027年夏天引進另一名頂級前鋒。
凱恩也已經意識到，未來他在拜仁戰術體系中的角色可能會後撤。隨着年齡的增長，憑借他的傳球和組織進攻的能力，他依然能發揮其他的優勢。另外有一點，人們依然在談論，凱恩如果重返英超，那就能打破英超歷史的進球紀錄，但這對他而言並不重要。凱恩更加看重的是隨英格蘭國家隊和拜仁繼續贏得各項冠軍榮譽。一句話，凱恩深愛着拜仁，拜仁也深愛着凱恩。關於雙方共同未來的談判現在已經開啟，不容易呀，老 K 確實點個讚。凱恩是一個非常純粹，只想踢好球的球員，繼續踢2年中鋒，然後後撤踢前腰或者中場，凱恩完全沒問題。好的，輕鬆一下，西班牙隊的庫庫雷利亞果然兌現了自己的諾言，他已經在社交媒體上曬出了自己的新紋身。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將主教練德拉夫恩特的臉紋在了手臂上。在世界杯開始之前，庫庫雷利亞就曾經在接受採訪時公開表態，如果世界杯奪冠，他就要將主教練的頭像紋在自己身上。現在紋身已經完成，而且圖案裡的德拉夫恩特手裡還拿着世界杯冠軍獎杯，要說紋的還真好，挺精緻的，特別像。好，另外貝林厄姆的女友卡斯特羅在度假的時候秀出了火辣的身材，可以看到非常的性感。她經常上傳自己穿着各種服飾的照片。過去她也說，貝林厄姆是自己見過最體貼、最善良、最努力、最不可思議的人。兩人的感情生活大多數時候保持低調。阿什琳·卡斯特羅曾經被拍到過和貝林厄姆的母親一起坐在看台上，貝林厄姆自己也发了度假的照片，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而西班牙隊的左邊鋒尼科·威廉斯，他和前女友過去已經分手，這次被狗仔隊拍到和多名女性一起在遊艇上同樂。尼科·威廉斯正在伊比薩島享受假期。本屆世界杯，前女友埃尼·加西亞幾乎全程陪伴尼科，觀看了多場世界杯比賽。可目前兩個人已經分手，埃尼·加西亞已經取關了尼科·威廉斯，但另一方面，尼科並沒有取關埃尼·加西亞。年輕人的世界很複雜，但這也很正常。好，另外，阿森納的巴西邊鋒馬丁內利和相戀6年的女友伊莎貝拉·盧索在希臘舉行了婚禮，僅僅邀請了雙方的親友參加。去年3月，馬丁內利已經在倫敦向伊莎貝拉求婚成功。恭喜小馬丁從一個不知名的小將大男孩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的真正的男人。無論如何，才只有25歲。新賽季希望他能夠煥然一新，真正的大殺四方。好的，另一邊 C 羅過去的前女友俄羅斯的超模伊蓮娜和 NBA 太陽隊的球星布克已經正在交往，戀情剛剛開始。據說在派對上，伊蓮娜非常喜歡布克，如果有其他的美女過來搭訕，她明顯非常生氣。OK， 阿根廷隊在世界杯半決賽戰勝了英格蘭之後，阿根廷球員利桑德羅·馬丁內斯和麥卡里斯特，他倆在英國的住處外都安排了安保巡邏。特別是利桑德羅·馬丁內斯在慶祝的時候，還抱着一塊橫幅，上面寫着福克蘭群島屬於阿根廷。這涉及到政治，就多少非常的敏感。目前他倆在英國的住所都沒有遭到破壞。好，還有前阿根廷國腳伊卡爾迪和他的前妻旺達之間的離婚法律戰迎來了新的進展。意大利米蘭的法院再次支持了伊卡爾迪，駁回了旺達每月要求48萬歐元的瘋狂的要求。現在距離最終的離婚判決只差最後一步。伊卡爾迪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消息，確認了此事。他說，離婚後對方曾經要求每月要給25萬歐元給前妻，然後每月6.5萬歐元給每一個女兒，以及每月還要出10萬歐元付離婚的贍養費。6月1日，法官就已經駁回了這瘋狂的要求，對方卻不滿足，仍然提出上訴。今天7月27日，意大利司法非常明確，宣布上訴不可受理，從而終結了所有的請求和主張。想想2024年的時候，他們還說我是瘋子。幸好意大利司法系統是有效的，因此我決定把一切都交給意大利法庭繼續處理。好的，朋友們，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喜歡的話，不妨點一個訂閱。咱們明天再見。